这部戏虽然是改编历史的真人真事，但是为了有戏剧冲突，还是对历史事件和时间线进行了加工和修改。在历史书里，凯瑟琳被描述成身材矮小、瘦弱、没有精致的容貌，一个最幸运但又最不幸的女人。凯瑟琳的叔叔是当时的罗马教皇克莱蒙七世。这时，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也有意为自己的儿子亨利挑选一个美第奇家族的女孩，以获得对佛罗伦萨的控制权。这与教皇一拍即合，教皇就从自己家族里找了一个女孩，而这个在修道院长大、无父无母的女孩就成了首选。孤女牵扯更少，也更容易被控制。虽然是国王的决定，但贵族们却是看不上美第奇家族的，因为这个家族并不是什么贵族，只是商人和暴发户，完全依靠外国军队才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控制权。教皇付出了6座城市和10万金埃居，一枚金埃居约用3.5克黄金制造，10万金埃居相当于700斤黄金。这笔嫁妆是凯瑟琳嫁入法国皇室的门票钱，而她嫁的亨利2世是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眼里最没出息的儿子。进入法国皇宫后，整个皇宫里没有人愿意跟凯瑟琳说话，连她的侍女都是贵族出身，而她在众人眼里就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丑陋暴发户，甚至连法国普通老百姓都觉得她配不上王子。现实中的凯瑟琳为了留在法国皇宫，拼命巴结国王，把国王当亲爹一样对待，竭尽全力地讨好戴安。这位比亨利大19岁的戴安是当时公认的大美女，她每天要洗3次冷水澡，花几个小时骑马，一天就吃一小点午餐，古董级健身美容达人呢。凯瑟琳为了讨好她，从意大利引进了不少新鲜事物，比如香水、皮手套、芭蕾舞、首饰、餐具和烹饪佳肴，还有高跟鞋的雏形穆勒鞋和流行的束腰等等，都是由凯瑟琳带入法国。叉子和银器，上了釉的餐具和漂亮的餐桌装饰，让当时用餐只用汤勺和手抓的法国人大开眼界。在本剧中，对法国人没见过叉子也有滑稽的镜头。最骇人的情节是围观新婚夫妻的洞房了，不过这是真的，在欧洲风化史里有记载，欧洲人的婚姻关系是建立在一起上床的那一刻，大部分情况下都是2个人同时穿着衣服躺上床，并且有公证人，一般是教会人员，然后就可以算缔结婚姻契约了。如果没有这个步骤，婚姻是无效的。所以作为王子和凯瑟琳，他们被教皇、国王、王后围观是有合理性的。在宫廷斗争中的凯瑟琳面对的几乎都是关乎生死的选择，但她总能在危急关头扭转局势，这种运气和能力贯穿她的一生。除了主角以外，还有几个令人惊艳的人物要提。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的扮演者是爱尔兰国家剧院演员科尔姆米尼，出演过《星际旅行》《空中监狱》《守法公民》《虎胆龙威2》等一系列经典影片。他是第51届金球奖喜剧片最佳男主角提名。本剧中把这位法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受爱戴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表演得惟妙惟肖。来看最后这段表演，这段对手戏是国王对蒙莫朗西失去信任，然后撤职的过程。台词引导情绪逐步升级，几个递进后到爆发，堪称教科书式台词表演了。What good is your word? I want you to leave this court today. I never want to see 还有他狠揍太子的过程，也是台词加动作，显现出一股子狠辣劲儿。这2段表演让乍看起来有点胖傻的国王瞬间立体了。本片里的老国王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在本剧中表演很出彩，大家可以慢慢品味。戴安这个凯瑟琳的死对头，本集转而成为盟友，这个情节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戴安的命运也令人唏嘘，14岁出嫁，虽然荣华富贵，但也经历凄惨，嫁给大自己将近40岁的丈夫。所以戴安从小在贵族皇室圈子里摸爬滚打，熟知宫廷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还有生存之道。她早早的就参破了女性获得地位权利的秘籍，从一个35岁的寡妇能够成功博得小自己20岁的亨利的宠爱，从而攀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的贵妇，得到女公爵的封号，确实手腕非凡。
本剧中，他和凯瑟琳结盟后，也确实展现了实力，3言2语就彻底赶走了野花魔女，促成亨利和凯瑟琳的床笫之事。在凯瑟琳泄气的时候在旁支持，再也没有比他更给力的盟友了。另一个有趣的是太子和侏儒的暧昧。太子的人格里有强烈的自卑和怯懦，为了维护身为太子的尊严，在人前表现得冲动和强势，玩世不恭。背地里对弱小的侏儒感兴趣，有点恶趣味之嫌。我想这大概是杜撰的吧，仅为了表现太子的性格特征，也确实达到目的了。不得不提的还有这个枢密院大臣查理，他在向太子谏言要暗杀凯瑟琳时，那一连串的微表情真是让人忍俊又惊艳。Forgive me, I misspoke. You are most generous. 最后是阿内德·摩莫朗西，他是辅佐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查理九世的3代重臣。对他的生平，我们先不展开说了。本剧末，他与国王的这段对手戏接的是不错，是个好捧哏。You question my loyalty? Is that understood? I have dedicated my life to you. 除了女王的宫斗、家族间的勾心斗角，还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新教商人这个新兴阶层，他们拥有财富但是没有地位的社会矛盾。这段剧情想必是为未来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做垫脚，表现宫廷里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毫无组织和谋略的平民就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同时用辛辣的镜头描写了吉斯和波旁家族，这些顶层的皇亲国戚、高官重臣，个个都是为了追逐权力和金钱为目的，嘴上喊着为国为神的口号，实则谋着利己的事儿。讽刺他们在权力金钱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贪婪丑陋。特别要提凯瑟琳为国王战争集资演讲和堂前割喉这场戏，描写王权制度的虚伪，当权者只有通过夸张粉饰最高统治者的品格，渲染战争的正义，同时佐以对战争失败带来的恐惧威胁，才能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这套手段在历史甚至现在的王权中屡用不爽。真相是，打仗的钱来自平民，战场上的炮灰也是平民，胜利的荣誉和千古留名则只属于统治者。他们被描述为英雄伟人，却是踏着平民的尸体换来的。同时也讽刺了平民的愚蠢，倾家荡产只为了换得在所谓千古明君前的一次谏言机会。却因为直言不讳被暴尸案前，所以从来没有什么青天大老爷，更没有什么君亲成佞，都是一丘之貉罢了。在最后一段蒙莫朗西试探人性的这段小故事，看似无关紧要的剧情，却把人引入另一个思考。人的贪婪无处不在，不仅是大臣和王权，也同样有可能是身边一个看似无害的良民，在金钱面前都在面临一次审判。但是欣慰的是，导演给出了一个答案，虽然无法选择出身，却可以选择人生的解读，给人类的贪婪一次选择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人类是否真的能善用这次机会呢？还是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这就是留给我们思考的地方了。综上所述，本集的故事瞬间就加深了叙事背后的深度和广度，让人在耳目一新的同时深感震撼和惊叹，真是过瘾啊！本集里特别提到一个舍农索城堡，这个城堡号称是法国最美丽的城堡，混合了哥特式建筑与早期文艺复兴建筑的风格。它有一条架在谢尔河上的长廊，水上城堡之说也由此而来。再加上它有几个非凡的女主人，本剧中的戴安、毒蛇王后都曾长居于此，又名为女人城堡。玛丽王妃，她就是著名的玛丽·斯图亚特。奥地利著名作家史蒂芬·茨威格为她写过一本同名传记小说。这位女王的人生也颇为坎坷，她从小在法国皇宫成长，成为忠诚的天主教徒。当她回到苏格兰，与英格兰推广新教出现严重冲突，王位和信仰之争造成她最终命丧断头台，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本集的主要历史背景中提到吉斯家族和波旁家族的矛盾，
吉斯是洛林家族的一个旁支。克罗德·洛林在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时被封为吉斯公爵，他的孙女就是玛丽·斯图亚特。这一集里是吉斯家族的鼎盛时代，哥哥弗朗索瓦·洛林是当时法国乃至欧洲著名的军事家，弟弟查理·洛林是红衣主教，兄弟俩一个掌握军权，一个掌握神权，使吉斯家族成为当时法国最有权势的家族。波旁家族起源于法国中部的波旁地区，这个家族在欧洲历史上非常有名。它是一个曾断断续续统治过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与意大利等地区和国家的跨国王朝，甚至到现在，西班牙王室的父系血统依然是波旁家族的后裔。在毒蛇王后的这一时代，波旁家族与吉斯家族斗得翻天覆地，最终以波旁家族胜出告终。圣罗马大帝查理五世，他是欧洲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不仅拥有欧洲面积最大的王国，还包括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秘鲁等地，但是这依然无法阻止他不断扩张和征战，以至于治理国家的内政都交给了儿子和弟弟来管理。圣罗马大帝的宗教热情几乎是他征战的巨大动力，他反对任何宗教改革，希望建立一个天主教世界。他在位期间与法国和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多次战争，最终亨利二世登基后的那场战争的失败让他2年后选择了退位，把帝国一分为二，德意志和奥地利地区给了弟弟，西班牙给了儿子，晚年待在修道院中直到去世。本片是根据瑞典女作家莱奥尼·弗里达的小说《凯瑟琳·德·美第奇》改编而成，讲述的是法国16世纪的真实历史人物。编剧是贾斯汀·海斯，他的作品《革命之路》曾获得62届英国电视电影学院奖最佳剧本改编。导演是美国女导演史黛西·帕松，曾经执导过《纸牌屋》第6季、《美国众神》第2季和《小鸟们》等影片。女王的饰演者是英国演员萨曼莎·莫顿，她参演过《神奇动物在哪里》、她、少数派报告、异星战场等脍炙人口的影片，曾获得过76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这部剧第1集开场1分钟就能牢牢地抓住观众的胃口，哪怕对这个人物和历史颇有了解的观众也不例外，因为这部片子并没有像正剧一样的描述，更像一个讽刺幽默的戏说。影片里充满了机智的对话，打破4面墙、同步时间线的表现手法，给人新鲜和耐人寻味的感受。特别是萨曼莎对蛇后的表演，没有刻板的狠毒样子，也没有舞台剧的夸张，而是把一个女性能成功操控男性和王位的狡猾机智演绎得精妙绝伦，同时也让人感觉到蛇后本人在宫斗中充满乐趣。不足之处就是一部法国片说着英语，但这一点对汉语观众来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适，就像美国人看操着一口粤语演北京人一样无所谓。这只是一部力图讲得精彩的故事，只是一部戏说，一个看着欢乐回味深长的戏。不要相信，更不要当真，在历史面前，我们都只是瞎子摸象，真正的原委估计当事人都很难说清楚全貌吧。所以千万别把凯瑟琳·德·美第奇定义为片中的样子，包括其他人。